你敢相信吗？一个刚出生的中国小孩，还没睁眼看世界，就已经背上了10万块的债务。这不是开玩笑，而是2024年中国经济血淋淋的现实。中国地方政府去年狂发10万亿债务，中央政府也不甘示弱，又甩出5万亿债务，表面上风光无限，可背地里，隐性债务这头怪兽早就张开了血盆大口，50万亿只是保守估计。这账算下来，中国政府的债务余额已经高达82.1万亿，2025年现额直奔99.9万亿而去。更要命的是，这还没算上隐性债的黑洞。IMF 早就警告过，2018年和2019年，中国地方隐性债就分别达到37万亿和42万亿，占当年 GDP 的40%和43%。到了2024年，这数字不公开了，但业内人士心知肚明，50万亿那是最低估算，实际怕是要奔着60万亿去了。这还不吓人。再看看国际数据，中国政府债务公开加隐性相对于 GDP 的占比，最保守估计都突破了100%。这还是在 GDP 注水的前提下。要是把水分挤掉，中国债务占 GDP 的比例怕是得飙到120%以上，直接把美国都甩在身后。美国联邦政府的债务率也就100%出头，可人家印的是美元，全世界抢着买单，中国呢？债务全靠14亿老百姓自己扛，这是什么概念？人均背债近10万块，孩子刚出生就欠了一屁股债，你说惨不惨？更恐怖的是，这债务窟窿还在疯狂扩大。2024年，政府公开的新增债务就高达10万亿，对比 GDP 增长7.8%，对比2023年债务余额增幅更是接近14%。这还没算上政策性银行偷偷摸摸放出去的贷款和地方隐性债的灰色地带。有专家私下爆料，如果把这些都加进来，2024年债务新增比例妥妥超过20%。这数字一出，国际投资者还不吓得魂飞魄散。咱们来细算这笔账，看看中国债务这潭浑水有多深。根据官方数据，2024年地方债新增4.7万亿，借旧还新5.1万亿，加起来就是10万亿的明面账。中央政府这边也不含糊，直接新增5万亿，总计15万亿的公开债务砸下来。可这只是冰山一角。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的报告早就揭了老底，2019年地方隐性债就高达42万亿，占 GDP 的43%。5年过去了，经济增速放缓，地方融资平台却没闲着，隐性债50万亿只是起步价。野村证券的分析师甚至直言，这数字可能已经逼近60万亿。再看看债务余额的恐怖片，中国政府自己公布，2024年债务余额82.1万亿，2025年现额要冲到99.9万亿。这是什么节奏？一年新增近18万亿，增速快得让人喘不过气。更别提隐性债这颗定时炸弹了。算上50万亿隐性债，总债务轻松突破130万亿，相当于 GDP 的100%以上。要知道，美国债务占 GDP 的比例也就110%左右，可人家是全球霸主，中国呢？一个发展中国家，人均 GDP 只有美国的1/7，背这么重的债，腰都得压断了。财政赤字率更是让人心惊肉跳。2025年，中国设定的赤字率上限是4%，听起来还算安全。可问题在于，这个4%是建立在 GDP 增长5%的美梦上的。如果 GDP 增长完不成，赤字率立马飙升。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11月刚发布的报告显示，美国2024财年赤字率是6.4%，中国要是突破6%，跟美国站齐了，可谁来帮中国消化这堆债务？没人。
国际评级机构早就虎视眈眈，标普、穆迪随便一挥手，主权信用评级下调，外资跑得比兔子还快。中国统计局这几年可是拼了命的要保住5%的 GDP 增长目标，为啥？面子是一回事，更要命的是 GDP 不增长，债务窟窿就藏不住了。财政赤字跟 GDP 一对比，赤字率蹭蹭上涨，财政风险直接拉满。要是让全世界知道中国政府借了这么多钱，经济却没起色，效率低得吓人，谁还敢来投资？可讽刺的是，政府拼命发债，经济还是拉不动。中国人不消费、不投资，货币乘数直接塌了，货币投放的效果越来越差。2023年，中国 M2 广义货币余额高达300万亿，可经济增速却只有5%不到，货币效率低的让人想哭。更离谱的是，一边 GDP 增长，一边失业率飙升，简直成了世界奇观。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2024年城镇调查失业率一度逼近 5.5%， 可这还是美化过的数字。智联招聘的报告显示，2024年大学毕业生就业率跌破 60%， 毕业即失业成了常态。官方还好意思说 GDP 增长 5%， 可老百姓的钱包瘪了，饭碗没了，这增长跟谁有关啊？有意思的是，中国经济这副病入膏肓的模样，还得靠 GDP 注水来撑门面。业内人士早就爆料，中国 GDP 里有不少水分，基建重复计算，地方数据造假，硬生生把增长率拉到 5%。可这招能骗多久？国际投资者又不傻，彭博社的分析早就指出，中国实际经济增速可能只有 3%至 4%， 要是按这个算，债务占 GDP 的比例直接奔着 150% 去了。这还怎么玩？隐性债这事儿真是让人不寒而栗。IMF 的数据显示，2018年地方隐性债37万亿，2019年42万亿，占 GDP 比重高达 43%。2024年呢？官方闭口不谈，可业内估计50万亿是良心价，实际可能更高。地方融资平台这些年借钱修路、盖楼，账面上干干净净，可背地里全是窟窿。根据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的内部报告，截至2023年，地方融资平台的未偿债务总额可能超过55万亿，其中至少一半是隐性债。这数字一出，连地方政府自己都吓得不敢吱声。更扎心的是，这些隐性债还不上怎么办？2024年地方债违约的消息已经开始传出。路透社报道，某中部省份的融资平台拖欠了近10亿利息，靠着中央输血才勉强没爆雷。可中央哪有这么多钱救火？5万亿新增债务都花哪儿了？还不是去填地方的窟窿了。可这窟窿越填越大，2025年99.9万亿的债务限额眼看着就到顶，后面怎么办？卖地没人买，发债没人接，财政悬崖就在眼前。债务炸雷还没完，老龄化这把刀已经架在脖子上了。中国是发展中国家，人均 GDP 才 1.2 万美元，美国的1/7，可经济却已经未富先老。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2024年中国65岁以上人口占比突破 20%， 达到 2.8 亿人，劳动力人口却在加速萎缩，养老保险都快发不下了。2023年全国社保基金缺口高达 1.5 万亿，未来10年可能翻倍到3万亿。政府还得借钱养这帮老人，这债务窟窿还怎么填？更惨的是，经济拉不动，就业也崩了。2025年，中国新增就业岗位预计只有1100万，可大学毕业生就有1200万，岗位都不够分。加上债务危机，地方基建停摆，企业裁员潮起，14亿人的饭碗眼看着就悬了。摩根士丹利的报告预测，
如果债务问题失控，2025年中国失业率可能突破8%，5000万人直接受影响。这是什么概念？相当于半个欧洲国家的劳动力没了活路。中国这几年玩的可是障眼法 ，GDP 注水，分母变大，赤字率看着不高，还能营造盛世假象。可这招能撑多久？国际社会早就看穿了。标普的分析师直言，中国债务问题不解决，财政崩溃只是时间问题。2025年要是 GDP 增长掉到3%以下，赤字率突破6%，外资撤离潮一起来，主权评级再被下调，中国经济怕是要彻底熄火。更讽刺的是，前几天财政部还在喊稳经济、保民生，可这口号喊的底气哪来？82万亿明债，50万亿隐债压顶，经济效率低到谷底，老百姓不消费，企业不投资，年轻人找不到工作，老龄化又像洪水猛兽一样扑来。中国经济这艘大船已经在债务的惊涛骇浪里摇摇欲坠了。说到底，中国这些年的繁荣靠的是借债堆出来的假象，现在债台高筑， GDP 注水也救不了命，老龄化还来添乱，这日子还怎么过？要我说，与其在这死撑，不如早点认清现实。